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收视率8.87%，封神。魏晨、刘宇宁凭一首歌干翻全场专业歌手，央视元宵晚会最大黑马竟是他俩。央视元宵晚会收视率破7了，7.86%，2.49亿人看啊！但最邪门的是，把收视率冲到8.87%峰值的，不是王锃亮，也不是毛不易，而是两个不务正业的演员，魏晨和刘宇宁。一屋子专业歌手，愣是没干过这两个跨界来玩票的。更惨的是湖南卫视，今年元宵晚会简直倒了血霉。他们把场地设在山西长治，结果晚会前2天下了一场20厘米厚的暴雪，舞台全被埋了，工作人员连夜铲了400吨雪才清出来。直播那天晚上，长治气温只有个位数，主持人和艺人在台上冻得直哆嗦，说话都带颤音。这还不算，台上因为化雪结冰特别滑，有个嘉宾表演时直接摔倒了，差点把何炅给铲下台。这么一折腾，收视率峰值才0.8%，跟央视根本没法比。央视那边可是另一番景象，全媒体视听率7.86%，话题阅读量破了3亿。晚会少了春晚那种机器人的感觉，多了点人间烟火气。王锃亮唱一撇一捺，那句当初有多想长大，如今就有多想家，确实戳中了不少在外打拼的人。毛不易和姜妍的人间小满，声音稳稳的，也没毛病。可观众的反应就是平平淡淡。直到第9个节目，魏晨和刘宇宁出来，唱了一首《无名之花》。这舞台简单的要命，就一束金色的光打下来，两个人并排站着，没什么伴舞，也没什么花里胡哨的走位。但怪了，收视曲线蹭一下就上去了，峰值干到了8.87%，市场份额33.37%，稳坐全国同时段第一，把后面那些专业歌手的 solo 舞台全给超了。魏晨的声音你知道吧？清清亮亮的，像山泉水。刘宇宁正好相反，嗓音低低沉沉的，自带一种讲故事的感觉。他俩一个唱诗情画意浪漫飞翔，一个接野草籽深深斗志很旺，两种声音掺在一起，不抢不压，听着特别舒服。关键是他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央视舞台上合作了。刚过去的春晚，他俩就合唱了《许我在少年》，这才隔了半个月，又来了个二搭，网友都说是神仙售后。你说他俩是专业歌手吗？真不算。魏晨是快男出道，但这些年心思都在拍戏上，三大队沉默的荣耀里演的都不错。刘宇宁更绝，最早是在网上直播唱歌火的，后来也一头扎进影视圈。现在他俩的主业标签都是演员，可就是这么两个业余选手，站在国家级的晚会上，把一首歌唱进了好多人心里。无名之花那歌词也写得好，无论再小也有梦想，野草籽深深斗志很旺，说的不就是屏幕前每一个普普通通但又咬着牙努力生活的我们吗？有网友说，听他们唱这歌不像在看表演，倒像邻居关了灯，在对面窗户轻轻哼给你听。还有人说，魏晨的声音里有没被抹掉的少年气，刘宇宁的嗓音里有生活留下的痕迹，可能就是这点真东西，比什么高音技巧都管用。反观湖南卫视那边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除了天气冷，舞台滑，好几个歌手还被观众发现口型对不上，被怀疑是假唱。本来想搞个户外实景沉浸式游园会，结果暴雪一来，全乱套了。虽然他们也挺拼，连夜清雪，还给舞台设备穿电热马甲，但直播效果还是大打折扣。收视率0.8%的峰值，
估计台里领导看了都得叹气。河南卫视还是老路子，深耕传统文化，玩东方美学，节目是好看，有底蕴，但论明星阵容、制作投入和收视底盘，跟央视这种国家对比，确实有点吃力。这场元宵晚会大战，到头来还是央视赢得毫无悬念。再看看魏晨和刘宇宁那个舞台，其实暗藏玄机。后来有人扒出来，那舞台设计的跟闯关似的。刘宇宁身高192公分的在狭窄的阶梯升降台缝隙里弯腰挪步，每一步都得卡准音乐节拍，不然就可能踩空。魏晨那边更吓人，站在3米高还没扶手的小升降台上，一边唱还得一边完成横向移动。听说彩排时刘宇宁还误触过按钮，台面突然下降，他仗着腿长一步跨了回来。可到了直播，两人愣是零失误、零破音，全开麦唱完了。这背后下的功夫可不少。刘宇宁会把舞台走位视频下载到手机里，一帧一帧的看，反复练。魏晨为了在台上走得稳，彩排了3天，鞋底都磨出印子了。他们这种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经历，好像也融进了歌里。刘宇宁从街头直播唱到央视，魏晨从选秀偶像变成实力派演员，用了10几年。他们唱野草子，很多人觉得就是在唱他们自己。专业歌手们输了吗？从技术上讲肯定没输。王锃亮的演唱依然催泪，毛不易的发挥一如既往的稳，但观众好像有点审美疲劳了。见多了那种穿着华丽礼服，每个音都精准到毫厘的行走的 CD 表演，反而觉得有点距离感，像在完成一个完美的任务。魏晨和刘宇宁那种偶尔气息不稳、咬字带点顿挫的感觉，反而让人觉得真实，没那么多表演感。这场元宵晚会看下来，感觉观众的喜好真的变了。以前可能爱看炫技，爱听飙高音，现在大家更想听到能共情的东西，能感觉到唱歌的人是带着感情、带着生活经历在唱，而不是一个完美的发声机器。央视这次赢了，赢的不光是收视率，可能还赢在了这份对人味儿的把握上。而湖南卫视虽然遭遇了不可抗的天灾，但也暴露出户外大型直播应对极端天气的预案还是不足。至于魏晨和刘宇宁，他俩用一场表演证明了一件事，在舞台上，真诚有时候比专业出身更打动人。